全下来就是个60来万，6.8。太高了，人家别便宜话就再找呗，再问呗，这个。恒大是再次出手不凡啊，房价从之前的180万跌成了现在的60-70万，内部呢还送了全部的装修。我们今天呢来到了现场，实地看一看里边的真实情况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去看房。这个房子当时房东买的时候多少钱180万左右了吧？现在呢？现在连零头都买不出来了，60-70万，60-70万就可以。咱们现在可以看这房子是吧？可以，拿着钥匙呢啊。哎，这边的物业费咋收？物业费这边都是2块2。这个房子总高多少层？8层，8层小洋房。哎，这房子不错啊。咱们现在看看这个房子里边什么样子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房子跟前了啊，看一看，一个电梯，2户，这就是挺方便的，不打扰人啊。进来看一下。哦，这也是这种大厅形式的啊，南北贯穿。你看这大厅，方方正正，3厅客厅相连，电视墙也给做好了。南边大露台，真大的敞亮。这里边这个户型好像还挺多的啊。这户型比那个高层要少点，因为洋房嘛。洋房这是啊，这个楼层挺低。这是北向的厨房，里边也都给带好了。房主1天没来过。当时都想着等挣钱呢，没想到自己赔得一塌糊涂的。这块可以打个衣柜。对，这个可以做衣柜。上次咱们看过这户型，这户型卖的还挺好的。挺好的。这个也是一个全民的卫生间，然后还有个小卧室，3居是吧？3居，你看这个2个卧室朝阳，也算3阳开泰了。对，这个2个卧室，这是一个中间卧室。当时装修标准就这样的，恒大一开始出来的时候，整个装修都是这样的。对，装修标准在2000块钱1平米。哦，前面也没遮挡，你看公园在前边啊。不是水系也是，这是夏天有水系，夏天有水的。哦，这地方还挺好，风景不错。这房子当时也算是楼王了。对。哎，像咱们这个房子，比如说有客户过来看的情况下，跟房东这边还是有的去商量的，对吧？这个二手房吧，咋说呢？就是你要是看好了啊，肯定是多多少少的能有的聊。对。还想变现。他当时买的是为了炒房子，现在人家买的是为了住，所以说这个房主当时买的时候啊，你看180，现在也赔了100多。他炒房嘛。之前在北京人家炒房也赚了钱了，所以说现在赔也认。对，也认。是，这块去北京比较方便。对，下车嘛就是1个来小时。像公共交通，坐高铁20多分钟到清河了。公交车也都通这儿。对，有公交。行，好了，牧羊就是个卖房子的啊。好了，看了本期内容的视频，喜欢的老铁可以跟牧羊单独沟通。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。今天咱们来体验一个在北京周边法式的独门独院的独栋别墅，占地是960平。想象一下，这要是生活在里边是种什么感受？走，咱们一起去看一下。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个独栋别墅呢，据说现在年底的价格又有不少的浮动。一进来，眼前看到的就是它的3面花园，光花园的面积就占地了500平。再来感受一下房子会有多么的不错。进来以后，顺着往里就是这栋别墅的起居超大客厅。从客厅这个位置呢，还有一个后门，也是可以直接通到院子里边的，进进出出，这样也很方便。接下来的镜头转过来，这边呢是一个餐厅，餐厅的上边带着一个很高的挑空，直接就可以连到2层了。右侧往前呢挨着的就是这个厨房，空间呢也是很大。左侧这边呢挨着是卫生间，这个呢也是1层的公卫，里边呢还有一个秘密的小酒窖。再来看一下1层的这边呢，还有一个长辈房，可以提供给老人来使用。好了，这边看完呢，咱们再来看看2层怎么样。这个别墅呢，一共是一个3层的，2层呢基本是为休闲的样子。走吧，在这里呢可以锻炼一下自己强壮的体魄，一眼看到的就是一个可以健身锻炼的场地。为何说是场地呢？可以看到这个空间可真不小。这里呢也带着一个户外的露台，平时呢还可以出去体验一下小区的空气。低下头看看自己的大花园，估计以后住在这里哪儿都不想去。2层除了这个场地呢，还有2个套房加一个家庭影院。左侧这边呢是一个男孩的房间，格调呢显示出了是一种小硬汉的风格。出来的对面呢，这边还带有一个家庭版的电影院，
以后的日子里呢，就可以在家中体验那种震撼的大电影。中庭的楼梯把房子分成了2个区域，这边呢同样还带有一个公主房，家里有1个孩子的话，也可以把这个作为客房来使用。房间的对面便是一个超大的卫生间，这一边呢也有一个户外露台，顺眼就能从房间这边看到外边。3层可以说是主人独享的空间，眼前这边看到的书房，以后在这里呢是可以研究一下文学，安心理一下自己的那点财，累了还可以小休息一下，困了还可以到露台上来放放风。卧室这边呢还是值得好好看一下，30平的空间可是真的太大了，不仅有着自己的露台可以休闲，就连眼前的衣帽间、卫生间都用的是自己的独立空间。光是这么大的一个空间，你想过卫生谁来打扫吗？恒大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一波又一波的波动？不会是真的要倒下了吧？你觉得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。最近这几天呢，我也是在网上一直关注着海花岛的情况进展。昨天呢，我自己发了一条视频，结果上去没多久，因为我没有那个资格去说这件事情，所以也就被下架了。为什么我一直在关注这个情况呢？因为我的好几个业主都已经从恒大买了房子，所以呢，我也是一直在替他们去关心着这些动向。一方面呢，也是为了自己人去把控一些可以控制的局面。就在前几天看新闻的时候，突然看到恒大的海花岛出事了，说是要拆。后来呢，我就查了好多资料，也看了好多实讯。对于恒大的结果呢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，说是哪里应该是不合格或者是违规了，据说呢是在限制多少天就把它拆掉。具体呢我也不是记者，所以呢我也无权在这里去细说这个问题。后来看到一条资料是显示的是恒大已经进行了复议，暂时呢是先不拆了。网上也传的说是因为一句话，说是当时是你让我来的。其实我也在想，楼都盖完了才出来事情，这好像是不是有点儿？所以呢我也就不在这里多说。但是呢大家又好像都懂。不过海花岛真的盖得很漂亮，我觉得要是真拆的话还真可惜。看完材料上面说的是要亏掉80亿，什么概念啊？这还不如留给咱们老百姓当廉租房呢，拆完不也是会污染环境吗？这件事情还真的是看法特别多，有的说让拿去充公使用，有的说可以作为宿舍，还有的说可以给弄成公寓。反正各方面的解释都有，也有的说奖励给一些有作为的科学家啊、什么教授的什么的有贡献的那些人。大家可能是认为拆房子对环境也会造成很大污染吧。其实对于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呢？希望恒大能挺住吧，因为它关系着太多人的家庭。朋友啊，千万别再买房子了，千万可不要再买了。为什么不让买？因为以后啊人会越来越少，房子在以后呢价格会如葱，一家人呢会有很多套房子没有人住，也会变得不再值钱，白给都没有人要。你是不是经常会听到身边会有很多人都在这样说？如果你认为这些话说的有道理，那你可能就要吃亏了。今天呢咱们不发房子，咱们来说一说这个事情，建议大家呢收藏起来，多多关注这类的问题。为什么我会说如果你相信以后房子多的没人住就会吃大亏呢？其实房子这东西啊，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属于是过剩了，根本就不是你朋友说的还要等到将来。说是房子过剩，但是你发现没有，都是一些局部的现象。如果说一些不算发达的城市，就拿3、4线城市来说，这里的人呢都到了大城市去打工，房子是不是就空着了？这边的房子是不是就属于过剩了呢？但是到了大城市以后，又需要住的地方，在大城市是不是又算得上是刚需了呢？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，咱们买房子本质上是为了什么？难道就是一堆钢筋水泥搭建的载体吗？难道又是为了那个采光，或者又是为了那个户型？不然还是说看上了这个装修？其实个人认为，我们大家买房子更多是为了眼下的需求，也可能是为了交通或者是学校，也有的是为了医院以及各种大型的配套，更有的原因呢是为了小资生活的改善。咱们俩就挤在这个40平米的小屋里。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，其实从我们社会发展到今天，我们的生活真的是一代比一代要好。就像我小的时候，爷爷在山村，爸爸在镇上，而我却跑到了大城市发展。其实不管是哪个城市，本身的面积呢就那么大，城市的核心配套呢也就那么多，所以有些不值钱的房子，也会有些价格昂贵的房子。也许你可能会说，如果咱们都不买房了，是不是房子就开始掉价了呢？这个问题你要清楚的明白一下。第一，你不是炒房客，
你不是随着市场的波动来判断你要不要买房子。现在呢，基本上来说，买房子不管是买哪里的，都会是我以上说的刚需人群。一旦生活上面临着结婚、上学、医疗、教育等等的一些问题，就会到了需要房子的时候。还是那句话，谁不想有个住着舒服的地方？谁又不想在有孩子之后呢，挨着一个好一点的学校？到这个时候你再说你不买，其实在我看来呢，嘴上说不买的人，基本上都属于不是刚需的那种，或者是手头根本就没有买房子的钱。但凡你手头要是钱够的话，我相信你肯定不会说你不买房的。我卖药这么多年，发现这世上只有一种病，穷病。如果让你住进你爷爷的老房子，你愿意吗？从那里再娶个媳妇儿，有人跟你吗？这句话不知道我说的在不在理，老铁们可以随意的喷我。其实每个人我觉得都一样，手头钱富裕的话，都想过个好日子。就像我小的时候，父亲跟我说过的一句话：有钱谁不想吃肉？我觉得这也算是经典名录了。谁不想住进那智能家居的房子？谁又不想躺在那高档的大床上？谁又不想拥有那亿万的豪宅？还有谁说嫌湖景别墅是个负累？时代呢在变化，同时呢我们的想法和需求都随之变化。本身拿你自己来说，你不愿意去老一辈的房子里边住，那你的孩子更不可能愿意在你的房子里生活。随着地产以后的发展呢，房子相信也会随着科技的变化而升级。人类呢终究是要面对更优质的生活改善。对了，我再发表一下个人的意见，有时间呢你可以参考一下现在人口的走向以及拿地的成本，综合考虑一下，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判断。最后呢，愿大家只听那些给你掏钱人的话。我现在是在北京的市中心，前边呢就是长安街，再往前1公里呢就到了天安门。长安街的两边呢有好多的高楼，这里基本都是一些央企或者是国企的总部。大家看一下，在前边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中国农业银行的总部。这么好的位置，什么人的四合院能在这里？大家好，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。元旦假期呢，没事出来走走，路过这北京市中心仅有的一个面积有3000平的超大的四合院，现在的价值可是不可估量。走，一起去看一下。现在咱们往前走，它也是被称之为是长安街上唯一仅存的一栋四合院。看看周围的建筑，全是高楼大厦。这个西表背胡同呢，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被全部拆掉。但这栋呢是一直没有敢拆，据说是位大人物。现在这个四合院的地皮呢属于是中国农业银行的，结果也成了农行内部管理，所以呢是被保留下来了。这座四合院呢如今也叫做于谦祠。这个于谦呢可不是现在说相声的那个于谦，他是明代的兵部尚书，也是保卫咱北京城击败瓦剌进攻的大英雄。在1984年的时候呢，也被列为了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今天呢，也是有幸能进到里边来，咱们一起去看一下。这里就是于谦祠的正门，墙上牌子呢还写着于谦祠。从这边呢来到大门，大门的上边呢写着，也叫北京于谦祠。目前咱们国内呢修了2座于谦祠，在杭州西湖有一座，也是葬着于谦的陵墓。眼前正在看的这个呢，也就是另外的一座。现在这里呢，也是属于于谦在京住的位置。这种样子的四合院才属于是北京正宗的四合院。眼前看到的这间屋子呢，里边展示的是于谦在世的时候一些比较有影响的事迹。门上挂的正是为了于谦树立的地位形象，被称为是民族英雄。屋里的正堂上挂的是他的画像。不知道大家对于谦了解多少？于谦呢是浙江钱塘人，在政界上呢，他经历了永乐、宣德、正统、景泰4个朝代。当时做官呢也是非常的清正廉洁、公道正直。在土木之变之后呢，力挽狂澜，保卫北京。明英宗下台之后呢，于谦也是含冤被害。最后到了成化年间，明宪宗朱见深为其平反，至今呢也是受到了世人的敬仰。为什么要给于谦这个民族英雄的称号呢？这是要从正统14年说起。当时瓦剌对大明边境的骚扰与侵犯，明英宗在副师王振的怂恿下呢，御驾亲征。由于明英宗无能，王振呢却成了总指挥，也是他的狗屁不通，结果让明英宗兵败被捉，历史上也称之为土木堡之变。后来呢，瓦剌的头领把明英宗作为了人质，结果蒙古大军呢一路挥师南下北京。这时呢，把朝上的文武百官可是吓得够呛，大明王朝也危在旦夕。危机来临时刻呢，这时是于谦站出来主持了大局。当时他担任的是兵部的尚书，决定即便是死也要守住北京城，并指挥所有的大军在西直门、德胜门
张义门一带开始对蒙古军队进行交战，于是保卫住了北京。要说这于谦祠后来也是万历皇帝为于谦建造的，在当时的这个位置呢，也正是于谦的家。房价跌得太狠了，一位网友在北京边花12500一平买的房子，现在5500一平了，40多万就能买个2居，还是带装修的，楼下就是万亩的湿地公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。现在的楼市让很多商家都很难受，很煎熬。眼前看到的小区建设风格可真的是很漂亮，有点像欧洲的小镇。小区门口呢还有公交车直达北京的市中心，交通呢还很便利。我们把房子的基本情况呢留到了视频的最后，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评论区讨论。先来看看这个房子还能不能再便宜一些。一进来的话呢，右手边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，冰箱和洗衣机都是直接在橱柜里边做好的。再往里呢就是客厅的空间，中间这里呢摆放的是餐桌，餐桌是已经把它固定了，坐在这里，以后呢改不了位置。不过呢使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。这是一套92平的带装修的房子，以后呢可以拎包入住。客厅这个位置上呢带着一个飘窗，还有的户型呢是带着阳台。户型种类呢有3种可以选择，总体来说呢还是都不错。房子呢是带着2个卧室和1个洗手间，基本上该有的生活品呢也都给配得很齐。如果是小两口的话，在北京上班，或者是老两口不想跟孩子住在一起，这个房子还是很实用的。从这里坐上最快的车呢，到北京3环也就用上40分钟左右。主要呢周边的配套还很齐全，平时买菜的市场、看病的医院也都紧挨着旁边。40来万买个大2居，你觉得值吗？